现在是早上的6点出头啊，我们看到可能是因为连假的关系啊，机场已经有非常多的旅客在报到了。那我们这次呢是要去这个上海这个浦东机场，那排的是长荣的航班。这次因为啊，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去中国大陆走一走了，所以呢，就是在携程这个 app 上面找了一个当地的这个私家团。就是因为我在脸书的社团上面看比较多人自助旅游大陆呢，比较推荐这个 app， 那就在上面报了一些团，然后直接用微信绑定，然后在网络上面缴费。其实啊，我也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行程，你也不清楚说这个钱缴了出去之后呢，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目前是都还算顺利啊，就是出发行程的前一天。这个旅行社的管家呢，他就先透过微信跟我这个建立的这个群组，然后就直接上面沟通，就是一些在机场接机的事宜啊之类的。目前是觉得还不错了。现在进来之后啊，就先去找东西吃，点了3个鳕鱼堡，孝敬我家2老。那现在距离要登机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听到了，就是中华民国军人身份的旅客。可以比我们像这种经济舱的还早一点登机，坐到位置上。那预计大概是1个半小时的这个飞行时间啊。工作人员跟我们这边说拜拜。我非常羡慕啊，在飞机上能够好好的。安稳的睡觉的乘客啊，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其实我猜测啊，就是像这种旅行团啊，他们的规划呢是第一天呢，通常都会排得比较松散，或者是说只有接送到饭店的这个行程，因为他要抓一个缓冲时间啊。如果飞机有延误什么的，也会比较好处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等于是没有什么行程的。那这边讲一下这一次的行程好了。这次的行程啊，是在这个携程 app 上面，跟这个大陆当地的这个旅行团啊订的这个私家团。这是我在这社群脸书上啊，他们大家最推荐的方式，因为听说比较有保障，那上面也有一些审核的一些机制。所以呢，那我在上面订好之后呢，我就直接使用这个微信啊绑定信用卡，直接在上面付款。然后呢，在这整个行程要出行的前一天，白天呢，就是微信上呢就会加入这个旅行社的管家，以及当天要来跟我们做接驳的专车的这个司机啊，都会先在上面就是先沟通联络好。那到时候呢，到浦东机场，大家怎么接机，都会先讲得清清楚楚的，让你比较没有疑虑啊。不然刚开始也是提心吊胆的，我怎么知道我这么大笔的金额，4个人的金额刷下去之后啊？他如果不联络我怎么办啊？对不对？好了，到目前为止啊，看起来是还算顺利啊。好，这是我的红酒送上来了。依照过往的经验啊，大概喝个3杯之后呢，人就会开始有一点忙，然后可以舒舒服服的，就是晃来晃去啊。那下飞机之后呢，应该也是一样的状态。这里不知道已经靠近哪个城市了，已经要开始慢慢下降。哎呀，恭喜恭喜！然后我们现在飞机虽然 delay 啊，但是呢，下来啊，其实这个接机的这个司机呢，马上就传讯息过来，他都有在这个 follow 航班的这个讯息，然后再去拿行李。这只马已经不知道转几圈了，然后都没有人领，他写马上到呢。来，这是我们的行李。这位是我们对接的司机啊。这边本来就是有一点担心，我们带的这个充电插头啊，会不会不符合这边的规格？但是这是可以用的。这边是楼层的第14楼啊，算是这个饭店最高的一层楼。那从这边看出去的景致呢是非常开阔的，但是啊，这边的景致啊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看。
但这个厕所其实看起来还是蛮整洁的。今天也是一直奔波啊，坐飞机一直赶到这个旅馆来。饭店标配2瓶农夫山泉。这是一个叫做紫金广场的地方，他们似乎有很多品牌啊是自家研发设计，然后在台湾应该是都没有引进这些品牌，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来，这个怎么念？小辉哥火锅。啊，这个怎么念？德聚泉。所以前面还有大概10组左右。10位的。哇，这条路真的是特别的宽广啊！我们现在只能先随便去找一间这个路边的小吃店啦。进到了这个闻名遐迩的兰州拉面啊，它店面是在这个地下室啊。来看，它有这个 menu， 真的是琳琅满目啊！哦，牛骨清汤牛肉面是不是？就是这一碗。辣椒酱哦，辣油。那这是茶吧？这是那个，哎，这个是什么茶？红枣哦，红枣茶，热的嘛哈。很好喝的。这一碗是什么？啊，拢无肉呢，肉拢伫伊啊，用地呢。蛮好吃的。它那个清汤的。它虽然说是清汤，但是呢，其实它味道还蛮重的。来串串来了，我来了来了。就放这里了哈。好的，谢谢。哇，哦，这是羊肉还是牛肉？羊肉串。哇，就胖哎！这边又来了一碗，超大碗的，这个是兰州牛肉炒面。好吃啊！红枣茶配那个口味比较重的牛肉面，加起来刚刚好。这个不叫做兰州拉面，它叫做沉香桂啊，只是它做的叫做兰州拉面。啊，吃完了，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啊！就在我住的地方的这个社区楼下，也有同样一家。我想啊，如果跑来上海再吃斯基亚，实在是有一点疯狂啊！我这样稍微看一下，它这个食材好像不太一样。大街上稍微散步一下，那等一下就要打个的回去了。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啊，感觉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这边有一群知名的广场大妈在这边跳舞，那我妈呢就要过去跟他们凑在一起。啊，现在我爸妈跟我表哥他们都已经回饭店的房间了。然后呢，我是觉得这个附近啊，好像还有蛮有趣的事情。我先在附近先随便乱晃，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一家星巴克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关于上海的纪念品。而且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啊，走起来是颇有萧瑟的感觉的。这边有他们一个上海的自己的马克杯啊，还有一些什么随行杯啊，其实设计的还不错。我们家楼下也有一家四海游龙，台式锅贴专家。而且我们的四海游龙是没有卖卤肉饭的，就是酒店一旁的这个生鲜超市啊，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家乐福。30颗鸡蛋啊，这样子只要台币大概100块。活沙3去鲈鱼1条，大概13块人民币啊。秋月梨6颗，30块人民币。买了一个春见枇杷干，我没有看过这种水果啊，吃吃看好了。这边还买了一个羽衣甘蓝汁复合果蔬汁，这边有一个星巴克新选咖啡拿铁，这一瓶只要8块钱人民币啊，不买一瓶好像怪怪的哦。这叫春见枇杷干，因为我在台湾没有吃过这个品种，有一种清香的感觉。7颗大概台币100块左右，这个很像果汁啊，就是那种淡淡的果汁，受不了，太好吃了。哦，它的造型只是长得像枇杷，它皮没有很包着这个果肉，它有一点松松的。
那我们已经开始要吃这边的早餐了，就是中西式都有，荷包蛋，然后它也有一些咖啡的一些选择，然后我另外还倒了一杯牛奶。那如果不吃饭店早餐的话，你可能还要自己去搜寻附近有什么样的选项，相对上是比较麻烦的。普遍街道我是觉得比较安静，它可能电动车比较多。摩托车声音。对啊，比较少。摩托车的声音的。这边的长辈应该也都在早上都在公园跳广场舞嘛，哈。晚上也有，晚上也有，对，晚上也有，对。晚上现在少了。哦，现在比较少了。对，我现在少了。昨天我们有看到也是很多人。啊，你本来想加入，给他们加入要不要那什么报名费啊？不用交钱，那广场舞你就跟着后面跳就可以了。像如果他们是固定的话，可能会要交钱。如果是路过的游客，你跟着跳，没人会问你。师傅，你对那个宜兰现在还有什么印象吗？宜兰有印象，那个宜兰夜市，我老婆一直想念，就是宜兰夜市一个老婆婆做的那个叫薄荷豆花。豆花就是豆腐花，但是薄荷味的，生姜薄荷味，它是国内是没有这个味。大陆这边没有豆花这个东西吗？大陆有豆花，但是薄荷生姜那个味儿。我们的豆花一般就两个口味，一个就是放糖，甜豆花 ，OK， 一个是放酱油，放什么榨菜啊、虾皮、紫菜，叫咸豆花，就这两种。咸豆花是不是都是早餐的时候吃的？基本上都是早餐。哦。而且为了豆花，是我们南北是经常吵架的，北方是不知道有咸豆花这回事，他们只吃甜的。他说豆花就应该吃甜的，我们南方是喜欢吃咸的。对，为了这个，就是南北方要吵架的。那台湾应该是比较偏北方哦，因为台湾都是甜豆花比较多。对，甜豆花比较多。因为今天是礼拜一嘛，所以有一些主要的景点他们是没有开放的。领队呢，应该说司机呢，他就放我们在这边下车，我们就先走一下天子坊这样子。哦，它是艺术文创的聚落，所以里面可能会有艺术的商品之类的，浓厚的市井气息，还有精致咖啡馆，晾晒衣物的独特景观。好的，这是文创集合店，我去里面找了2个姓名的这个胸章。哦，这边经过了一个叫老上海雪花膏的，我在里面买一个凡士林霜这样子。其实这样子无可避免，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老旧的电线，只是说它是有整理好了，所以它也不会说散得到处都是。画你漫画2分钟 OK。那我妈妈进去啊，就是给她画一张。它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一般他不会给你这个价格。哇，真是趣味满点啊，跟本人真的是有90%的像。好，这个一旁的树木啊，上面都没有叶子。他们抽烟的人口好像还蛮多的。老面鲜肉小笼包，这个是烧麦。它的肉相对的比例就是比较少，就是薄皮的。你们要批评人家的时候就讲台语。好，看那了哈。我老公卡班家用台语。你看这是，这个是叫做什么烧麦？啊，他们的烧麦是没有放肉在里面的，就是单纯是米。老上海葱油饼，试试看它的味道，可能也没有要吃多啊。这是韭菜鸡蛋饼啦，韭菜味道超浓的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瑞幸咖啡啊，迟早是都要来试个一次的。这个现在这么的火红啊，我们一定要点一下。那等一下应该会带一杯给这个师傅喝。啊，进来了。然后呢，这边消费呢是用这个微信来支付比较便宜啊，听说跟现金是有一定的差距啊。看一下吧，这是耶加雪菲拿铁，扫码支付啊，比这个现金支付便宜非常多，似乎是将近半价的价格啊。高考它就是一个计分项，你体育必须达标，你体育不合格也不行。以前考试就是综合就是6门，或者考大学就是语数外综合，物理、数学、化学。对。现在还加体育，还有一个体育所以难怪他们要去上那个。对，而且很多好的学校，特别像中学，你如果有这个证书的话，它是可以自主招生的话，它是可以额外加分的。哇，这边相对上来讲，如果要徒步观光，这边是比较友善这个新国路，然后淮海中路，一栋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老式的建筑。
哇，结果本来想进去的、然后结果今日闭馆，比较可惜。这是宋庆龄故居。他小孩子来这里怎么工作？要生活啊，要生活。那怎么生活啊？是找呗，找呗，早啊，到了。咱那个西安还碰着台湾，台湾的呢我们还在一个车嘛。台湾来不少。那做生意。你们几日游到这块儿？啊8天， 8天呢？对8天。8天。就是这里的公用电话，看一下。到处都是梧桐树，整排的。哦，这边我们下车啦。这边叫做静安寺啊，它是建于三国时代，本来叫做护犊重元寺。那静安寺是后来改名啊。曾经多次的毁坏与重建，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它也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的建筑呢，是1990年代后的重建的金色的风格，坐落于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啊。附近就是这个高楼大厦，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它是一个古老的寺院，然后呢，跟现代的商圈呢，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好，那我们是台胞证，刚刚付了3个人，人民币150块钱进来。这个观音菩萨像啊，是由整根千年的香樟雕刻而成，直径有2.6米，高6.2米，重达5吨，非常的巨大。这样子吧。成功了。好，上车啦。哎，师傅这边是有陆上电车是不是？对，因为我看到天上都有那个电线。有一部就只有这一条线路，叫20路公交车。哦，20路公交车。对，它是有电子车。其他的基本上都退役了，就保留这一条线。那它是有一点观光性质的，对，还是它其实是什么通勤，就是真的会都兼顾。哦，本来更多啊，后来就觉得都把它废掉，都拿掉了。哇，就保留这一条线嘛。这边就是标准的外滩嘛，对不对？北京东路。这些老房子啊，就是比较高大的建筑物啊，可能就是沿这一带这样过去吧。这边是外滩地底的这个观光隧道啊，好像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我们其实时间不太够啊，等一下大概走到6点呢，我们就跟司机会合了，那他上班就满8个小时啦。结果啊，这边开始有打灯了，开始有夜景。对，现在开始夜景了。对。那为什么那个发生的就是踩踏事件之后，然后反而打灯变少？就全部取消了。哦，取消 ，OK， 就全部取消，他不给你批这个活动。嗯，他不审批了，因为可能又会发生一样的事情，对，就怕发生一样的怕危险了，他没讲。他那个事情就是前面的人其实已经有人倒下了，但后面人不知道，还在往前挤。哦，30几个人。对，死了有30几个，最小的3岁。哇，是还可怜。人几人都冲上了。这个大概是多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哇，10几年了，也有10几年了。哦，有的说是前面已经在叫，不要急，但是后面的人以为是国庆节假日，前面在有活动，那更要往前挤。哦，这道是烤鸭嘛，对不对？哇，叫什么鸭翅？没有，忘记了。诶，他这种做法在台湾比较没有看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是切的比较大块那种。来吧，这是烤鸭、鳝鱼跟青菜。鳝鱼他们都切的细细。
像那个广东炒都好吃哎。哦，这汤哎，也来了，礼拜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像这样子一碗白饭，2块人民币啊，葱爆牛肉，先尝一口，还蛮软的。它每一道菜都有自己的香气呢。来尝一下，这个芦笋真的是脆到不行。这是猪肠吗？还是什么？对对，哦，猪肠，哇，肥肠啊，哦，肥肠，对啊，对对，大蒜跟青椒，边的先是这个，对，这个也是非常下饭哈、非常好吃的这个上海菜啊，本帮菜。哇，这边现场来看这个夜景啊，跟我们在这个影片上啊，跟图片上看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啊，特别的震撼啊。因为我们在图片上普遍看到的都是从比较远的角度向这边拍的，那现场站在建筑物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哦，走了好一段路，终于到了这个鼎鼎大名的和平饭店啊。中间这个正门啊，它才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门口。应该还是有一些人住在里面。住啊，这个饭店还是有在经营。对啊。哦，原来这边就是南京东路啊，名闻遐迩的南京东路。好了，那就开始吃早餐啦。想想其实有这个饭店的早餐啊，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没有这个自己付费的早餐啊，那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地图啊上面自己去找这个附近有没有可以用餐的地方。相对来说，早上的时间就会被压缩，那就会比较局促一点。我们等等呢，跟师傅是约9点半从这边出发，应该就是直接前往苏州了吧？大概会有开1个小时的车程。这边是饭店的14楼，虽然它一些细节啊其实不是特别细致，可是这边看出去的 view 啊非常的好，我可以直接在躺着的时候看到外面的景色。那现在就到了这个苏州的这个周庄，这边预计大概会停2个多小时，2个半小时吧。周庄始建于1086年，它像是镶嵌于上海、苏州、杭州的一个璀璨明珠，四面环水，都需要靠这个舟。全镇依河桥街相连，是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周庄算是一个很经典的水乡古镇，它是中国第1水乡啊。整个地方呢，就像是我们脑中对江南的想象：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乌篷船。所以它其实是进去正式的景点，前面都是餐厅啦，都是商业设施啊那样。好像也是这样。对啊。这边是它的游客中心，主要的购票啊都是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其他的需要付费的设施啊，应该也是在这里购买。请问一下，那这样子大概就是走1圈，大概会需要花费多久左右？好了，那要进去了。超过60岁的这个游客呢是25块人民币，那超过70岁的进来是不用钱的，然后我们一般人呢是50块人民币。这边是周庄博物馆。1989年，三毛曾经来过了这个水乡古镇，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解说啊，还有一些当时的这些器物。民国年间，中国外邻列强压迫之痛，内受军阀混战之苦啊。周庄毗邻上海，是重要的商埠集镇，许多仁人志士藏身于商店、毗连、甲客云集的周庄啊，从事这个革命活动。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用一个 Q 版的就好了，好像也不用这么写实吧。这个我太太有来我一定也要去 cosplay 的，一定会被强迫 cosplay 的。cosplay 我是不要。对对对，我想我应该是难逃 cosplay 的命运。其实这边的像这种建筑的样式啊，跟这种斑驳的痕迹啊，让我想到巩俐有演过一部这个电影，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
它里面的那种样式啊，真的是非常的相似。过滤的。哇，他们学生讲话的声音啊，还是比较大声的，嗓门特别的大。其实实际上啊，你还是必须要对历史啊跟当地的这些知识啊感到兴趣，不然其实走一走呢，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吧。这边到处都是人，其实有一些地段真的是蛮漂亮的，有比较古朴的感觉。这边是电影同款的打卡地啊。主食吃白米饭还是吃扬州炒饭？白米饭。白米饭就好了。眼前这一份是周庄的名菜，是万山猪脚，哇，也是很香哎，这一进到嘴巴就化掉了。你觉得跟万峦猪脚比起来的差别是什么？那这个是周庄小炒，怎么做到可以在10分钟之内，全部的菜都这样上？我印象比我们以前去大陆跟团吃的好吃的。我们以前大陆跟团都吃那个，感觉色素非常重的。这边平日就是这么多学生吗？不是的，春游。哦，春游是不是 ？OK。看看这个人潮，真的是不妙。你说那个不可能的任务第3集就是在这边拍的。哦，这边是景区出口了。我是觉得这个景区啊，其实是还不错啦，就是它真的是有一些还蛮有历史的，还蛮古朴的元素可以欣赏，可以慢慢走。而且它贩售的一些商品啊，其实都有蛮大的一个成分都是自己手工创作的，像是冰箱贴啊，还是说一些挂画之类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这样子去选一下，但是其实时间不太多。而且今天因为是春游啊，人实在是太多了。1个多小时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拙政园。现在还是飘着小雨，而且温度也是比较冷一点。这是茉莉花冰淇淋第2次半价。茉莉花本身是有一点苦的，它也不会特别甜，还行。刚刚也是，就是旅行社已经有包含在这个我们这次旅程的这个票价里面了，所以我们就刷了这个台胞证就进来了。吼，现代跟古典融合了啊！哇，古人特别多啊！拙政园是中国4大名园之一，它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大约有5万多平方公尺，是苏州最大的园林。好，那它为什么叫做拙政呢？它是由明朝正德年间由御史王献成辞官之后建造的。名字呢是来自《闲居赋》，里面有一句叫做“拙者之为政”，就是我不适合当官，但是种菜过日子反而更好。所以整个园林其实是一种退隐人生的这个理想世界。水呢几乎占整个全园的1/3，建筑几乎都贴着水来建造，形成了湖、池、溪、岛的层次。那它的核心概念呢，不是在造房子，而是在画一幅山水画的概念。这边他解释啊，所以拙政园它不是单纯是一个景点啊，而是一个古代人理想生活的模拟器。不想当官，回家种菜；不想要吵闹，听听水声；不想要瞎忙，看看树的影子啊。所以呢，它让人家觉得很舒服。远方那边就放出了一些烟雾，营造一种虚无缥缈的一种烟雨江南的感觉。这雨是真的很大。这边的建筑物里面有讲到，就是拙政园这边怎么做这个修缮，就是园内的一些复原的一些工作啊。然后这边写了这个拙政园里面的水域的管理。然后这边有个展览，应该是拙政园的摄影展吧。
看起来是冬天的雪景。哦，那这边讲到的就是春天的画面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停车场来了，这边啊，反而比较有一种小桥流水的感觉，比较清幽啊，比较清静啊。刚刚在这个园内实在是太多古人了，有点吃不消。那个时候去台湾也方便，真的方便。哦，那摄影师是台湾的，摄影师台湾的，而且那个他跟旅行社合作的嘛。他好像是和我们就是你们宜兰当地那个婚纱摄影棚就是合作的，所以不是你找的，是不是我的，就那个都是那帮你个们配好的。对，帮我配好的。摄影师长得有点像谭咏麟，我像我老婆觉得有一点好，就是他会问一下你大概喜欢什么样风格的，然后他会自己去拍，就不用你就像如果像国内跟你说，哎，你这个姿势摆好不要动啊，然后换个固定的再换一个姿势你不要动，对，他不会要求你摆姿势。就是你们两个该干嘛干嘛，你们走路聊天随便你。他说我会在边上拍的，就是拍出来就很自然很随意。我老婆说我就想要这种风格的婚纱啊，行，你开心就行。那在你们最后选了几张照片出来？好多，我一共反正就光拍照片选照片，一共花了差不多接近2万人民币。2万人民币哦。住2天1夜。对对对对。这间是我们这2个晚上要下榻的饭店，这间明显的比较高级啊。这是我们第2个饭店，我们拉开窗帘看一下哦。什么都看不到，好吧，先这样。左边是淋浴空间，然后右边是这个马桶，此处饮品供您免费享用。一进门的右侧就是一个洗手台，床头板那个真的是有点浮夸哦，它做那么高是要干嘛？这是我们这2天要入住的美居酒店的外观。他说输过就下交20天，就清明过后要再下。就是正好被我们遇到了这样，我们就进去吃晚餐吧。鱼食饭道，苏浙土菜。18年老馆子，拒绝预制菜，现点现做。这些碗盘上都还有这个当地的这种，就是当地景色的一些图样。来尝一口试试看，我就是还蛮独特的味道呢。哦，蟹黄，哦，它这个真的是精雕细琢呢。哦，一个人1份还得了。这是你说是鸟蛋是吧？等一下。哇！等它冒完了再吃嘛。要吃怎么做？感觉有点奢华的啦。这样子分量是不是刚好？哦，酥酥脆脆的，酸酸甜甜的。它没有骨头是不是？没有啊，给我点起来了。哦，好，重点来了，重点来了，皇帝吃不完怎么办？他会分给太监跟宫女啦，剩菜会分享给身边的人，算是福利啊。然后有时候会打包给大臣，严格限制浪费。一餐大概20到30道菜，跟我想的1000道菜其实差很远。许多的这个顾客啊，他们最后东西都没有吃完，他其实东西非常好吃啊，但是他有时候是2个人，然后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哇，这边真的很多传统文化的元素。哇，你看他已经开始在化妆了。他为什么唐伯虎是这种形象？唐伯虎这么爱钱呢？仿佛有走不完的路哎，每一个方向都可以无限的延伸下去。而且他们好像还有蛮多的这种商店啊，这些主题啊是在台湾看不到的啊，比如说这个昆曲的弹唱啊，或者是现场这个快速的这个漫画。最后经过这个青石桥，那刚刚在这边帮2个女生拍照，用到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尴尬，因为我没有要用单眼帮他们拍，还有那个最后就用他们的手机，觉得是有一点不好意思，拍得不是太好，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热情啊。你俩的面条好了。
这个是今天的早餐啊，杂肉中西式，它的选项还不少，小米糕，这里，这边可以去点一些中式餐点，这里有一些粥的种类可以选择，这里有一些西式餐点啊，面包啊，坐高铁30分钟从那个上海过来，所以上海如果1个半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到这边，哇，那这样子其实比到京都快点。即便是这么高档、这么有质感的一个饭店，都还是会有一些餐桌公约啊，就是提醒我们要遵守公德心。苏州这个城市啊，是一座拥有超过2500年历史的这个古城。那人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那这个苏州啊，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有这个江南的水乡风貌，它里面有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然后它也是河道密布。比如说我们这个逛的这个平江路，还有像另外的山塘街，就是很像我们看到的那种东方威尼斯啊。这个苏州园林它也被列为世界文化的遗产。比如说我们走过的这个拙政园，它是最大最经典的。然后还有留园跟狮子林，它的特点呢就是它会借景啊，把外面的景借进来，然后一步一景。走一步呢，就能换一个画面这样子。那它也是一个现代城市的这个发展非常进步的地方。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企业，那它也是靠近上海啊。我们坐高铁只要30分钟的时间这样。苏州这个它的菜色啊是属于苏帮菜，特色呢是偏甜。然后摆盘很精致这样子。那比如说它有一些必吃的特色菜，比如说松鼠桂鱼、苏式汤面、小笼包，还有这个糕点的部分。那它在文化上呢，它的底蕴也是很丰富的。比如说它有昆曲啊，这个我们可以在路上看到很多这个商店做这个演唱昆曲的服务啊。那它发源地就在苏州附近，那它也是有丝绸文化，所以我们看到还不少卖这个手工扇子刺绣的。可以看到这边真的是车水马龙啊，车子超级的多。他们还是拼命的按喇叭，还是有这个现象存在。他写拒绝被拉，谨防入坑。确实，现在很多景区啊，现在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宣传跟推销，汉服、摄影之类的。沿江路地区啊，是明清时期江南重要的粮仓、仓储中心的集散地跟起运点，相对的完整的保留了唐宋以来的水陆结合、河街平行的双棋盘街坊格局，是展示苏州古城传统民居、历史环境、生活方式最完整和真实的核心区，也是大运河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那2009年的时候呢，平江路入选首批中国10大历史文化名街。我觉得像这种古迹啊，或者是一些古代的一些街道，如果呢它的体积稍微大一点，感觉就会有一些气势出来。上面呢再爬一些植物藤蔓啊，就更有感觉了。它现在整个细节跟质感，跟这个卫生环境啊，都有了不小的提升。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城市的差异啊，还是说北京呢跟上海啊、苏州啊本来就有一些不太一样。总之，我觉得这一次来呢，就是它整个细节跟美观的程度啊，都提升了不少。哇，这太有感觉了！你看我这个左边这边，这是有多少年历史的这个城墙？所以你们就因为那个课文，所以对阿里山一直有一个那个引起在。对，一个是有课文想过，一个有这首歌嘛，阿里山的姑娘。小时候一直听着这首歌。阿里山的姑娘。你说阿里山就马上脱口而出阿里山的姑娘。为什么会特意把它放进你的课本？哎，快到了呀！然后实际来阿里山之后，发现跟那个歌整那个什么听起来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本来是说的那个结婚想去，那个时候就去了2个地方嘛。后来我老婆说想去什么，想去高雄、花莲，还有一个是高雄是海边吗？对，高雄对，算是海港城市。对，他想到去高雄一个海，好像说高雄有个夜市也很好，有这个想法想去的。说是什么六合夜市，对不对？对，现在不让去嘛，也没办法。
然后我们在这边下车，从这边走到寒山寺正门，大约150公尺。寒山寺位在这个苏州城外啊，其实规模不算大，但是因为一首唐代的诗《枫桥夜泊》而变得非常的有名啊。走进去可以看到它典型的江南寺庙的建筑，环境算是整理的还蛮干净的，也有很多游客啊。最主要的看点啊是看它的这个钟楼，很多人来这边呢就是要体验敲钟，感受那个夜半钟声的意境啊。整体来说，寒山寺是比较像是结合历史文化跟观光的景点，它不是特别清幽的寺庙。那如果你对古诗跟苏州的文化特别有兴趣，这边会很有感觉。这个就是枫桥了，体验一下当古人的感觉。这边看到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寒山寺，这是进门的地方。寒山古寺，佛历2555年。这里就是大雄宝殿啊，这边是大悲殿。大清光绪岁次丙午32年，这里叫做和合书屋。喜欢写书法的朋友啊，可以到这边走一走。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当年去北京玩，也在一些景区啊看到了不少书法的展示。敲钟的这个价目表啊，每个人撞3下，一个人是5块钱。再就是上这个2楼，然后这个不能拍照。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这边叫做寒食殿，匾额上面写着“寒山拾得”。这是心经哎，以前还会背，现在好像忘得差不多了。大家都来摸这个有福字的这个石碑，我也来摸一下好了。好，到了这个最高的塔，我们看一下它往上写一些什么啊？护明宝塔，佛光普照，无上菩提啊！都是那一首诗哎，《枫桥夜泊》那一首诗，然后各种笔触跟这个造型都是好看的，超漂亮。然后题字的人啊，就是写书法的作者是谁，都会写在这个末尾。我进这个普明宝塔来瞅一眼。这是李鸿章的，所以这是他的字嘛，哈。出去啊！这个今天啊，还不是这个一般的假日啊，这也不是什么节庆啊，这是一个上班日啊。现在人潮就已经这样子了。那如果像什么连假，那还得了？我们这边非常迅速的就到了这个叫做虎丘的景点。虎丘呢，在看什么啊？我这边稍微查一下，它位在苏州的古城西北，那是苏州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有吴中第一名胜之称啊。这里啊，不只是一座小山，更像是一个浓缩了历史传说跟园林艺术的立体博物馆。它不高啊，但是却承载了2000多年的历史啊。这边有一张虎丘山风景名胜区全景图，这里其实还蛮开阔的，所以即便是游客很多，感觉也不会太拥挤。其实这些景区啊，都会有一些摄影师帮穿着古代服装的一些女生拍一些照片。然后他们都会摆拍啊，
就是在摄影师的要求之下做各种动作。我是觉得这些女生啊，感觉这样子比较累啊，因为都要照着要求摆这个摆那个姿势，跟我印象中呢比较自然的摆动，这样子抓拍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我是比较喜欢自然一点。虎丘其实特别大，它是一个腹地也是特别广大的一个景区啊。我跟他们说，就是大家各自分开逛好了，因为每个人脚程不太一样，看能够走到哪就走到哪。这边好像就看到这个最主要的塔啦。那远比想象近我本来以为要走好一段时间，其实这样子逛着逛着，好像就在不远处了。那刚刚在入口的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些观光车，你可以付费搭乘。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距离也没那么远啊，所以我觉得甚至可以走上来，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没有体力啦，拄着拐杖啊之类的。这个二仙亭呢，它是静静地立在这个山道旁。传说啊，这里跟2位隐士仙人是有关系的，所以它叫做二仙亭。它没有宏大的气势，也没有太多的雕饰，但是正因为这样啊，反而让人更容易感受到一种介于人间跟传说之间的静谧。风从林间吹过，坐在亭中，会有一种时间变慢的感觉，好像这个山的故事啊，就藏在这样不起眼的角落里。那我去坐一下好了。很明显啊，现在的游客这么多，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个介绍里面的内容。但是它里面的这些雕饰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很精致啊。换我了，换我了。有一些古时候的一些碑文，实在没有什么亲近的感觉啊。大家都在看我。这边看到的就是虎丘的剑池啦。它传说啊，埋葬着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宝剑。那里面的水色幽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石壁上啊，有一道笔直的裂痕，被说是当年试剑时所留下的痕迹。这个微风吹拂，上头不断有落叶飘下来，还蛮有感觉的。哇，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庄严啊！这边看到的是玉碑亭，它上面刻的是清代皇帝的御笔题字啊。这里没有剑池那么的神秘，也没有像斜塔那么的醒目，它是一个历史的停顿点，把帝王的目光呢跟江南山水交汇在一起。虎丘的这个玉碑啊，多半是跟清代皇帝的巡游江南是有关系的，特别是乾隆多次的南巡苏州。他对虎丘相当的喜爱啊，留下了题字跟诗文，所以呢，这里其实是一个皇帝来过的见证点。这当中的这个玉碑3块啊，分别是康熙跟乾隆的御制诗文啊，这字迹都已经斑驳了。来介绍一下这座塔好了。这个塔呢是建于5代十国，大概是10世纪左右。它本来是云岩寺的一部分。现存已经超过了1000年的历史啊！那你看它是倾斜的真的很像是比萨斜塔。那它为什么会倾斜呢？其实就是地基不均啊，因为部分建在岩石，部分建在土层，大概是2-3度左右，被叫做东方的比萨斜塔。但是它其实比比萨斜塔早个几百年。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是8角形的7层砖塔，属于楼阁式塔的结构，古朴而且优雅。细细的看呢，可以看到岁月侵蚀的痕迹，很有历史感。那现在应该是不能登塔了吧？对，看起来是这样子。它的入口都封起来了。人家说它是虎丘的收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二仙亭呢代表静，剑池呢代表深，玉碑亭呢代表历史。那这里呢，就变成了时间的象征。那它不是因为倾斜有名啊，它是因为在倾斜之中，它仍然站了1000年。那这个塔的四周啊，散落着一些市集跟商贩。在这一间商铺里面买了一个冰箱贴，然后就是纪念品。那里面也有艺术家的介绍。这边也很多祈福的。应该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绘法。
这路边要下山的时候啊，这边经过一个大石头，它叫做 Stone Peach， 因为它的形状啊很像桃子一般得名啊。那这是以前山上的僧人或言住持所写的。那么现在这边就往出口的地方走过去。现在啊天气突然转晴了，太阳大，温度也不高，走起来又很舒服啊。刚刚在门口那边先休息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误解啊？我觉得这几年是不是整个中国的这个旅游品质啊，正在迅速的向上提升，卫生啦，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这个整洁啦，还有这些设施的这些细致度啊，都跟我过往来北京的时候有还蛮大的不同。不过我走错路了，你看这些停车场的名称啊，一个一个在似乎要把自己装成是正宗的感觉。你看虎丘山风景区停车场、虎丘停车场、虎丘山庄日夜停车场、景区停车场、虎丘山景区停车场、虎丘山风景名胜区停车场，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这比较边边一点的这个面馆啊，所以人没这么多，叫做吴胜记面馆。你是福建哪里人？我是泉州的，哦，泉州人。侨乡嘛。啊，我要很辣吗？不辣的不是很辣，有一丢丢辣，还行，那我一个牛肉雪菜肉丝面。可以。有点像那个统一马鞍大餐的那个。对啊，我这是牛肉雪菜面啊，雪菜就是我们讲的酸菜这样子，猪肉嘛，然后加牛肉，然后加一个什么酸菜。这边是今天最后一个景点，叫做李公堤。哦，这个金鸡湖真的是好大的一片水面啊！这个金鸡湖啊，位于苏州的工业园区啊，是苏州现代城市发展的代表地标。这里呈现出一种东方跟国际融合的一种都市风貌。那它的面积啊相当的大，湖水呢开阔，四周都是高楼跟商业区，形成苏州最具现代感的区域啊。还有湖滨步道，它也有自行车道，还有许多的商场跟餐厅。好了，那我们刚刚就是师傅啊放我们在这个附近下车之后，那我们就自己去走，这样子。这边大约会停2个多小时到3个小时。那刚刚啊，这个电池还忘了带，他还特地停好了车，把电池送过来。这边上面就是黄湖步道了，这有点像是我们澄清湖的那个九曲桥。欧陆风情的建筑风格，然后有270度的湖景视角，其实还蛮远的。你看这艘船还用这个绳子去把它固定起来。这边可以买冰淇淋。西风半日满帆强，萧瑟无松水路长。省城前岸平天会，一街灯火是斜堂。小艇儿童撑浪花，流坟之席佐生涯。金鸡堤畔人归味，芦苇风波煮调茶。突然想到了这首诗啊。前面这个啊，就是苏州最具代表性的摩天大楼，它叫做东方之门。它的高约300公尺，几乎所有的金鸡湖的夜景照片一定会有它。那它被昵称为大裤叉，因为它很像一条巨大的裤子啊。但是它其实它的里面是一个门，象征着苏州走向世界的入口。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旅行社安排的还不错，就是白天的时候呢，就是走一些这个古迹啊跟寺庙，然后下午的时候，像现在就不要重复，我们走一些这个湖景，比较开阔的、比较现代化的，可以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现在这边前面到了这个星巴克，来喝个咖啡好了，来一个这个提拉米苏啊，大杯的香草风味拿铁。好的。对。热的。去冰可以吗？可以的。去冰是不是容量会比较少？不会，其实差不多。OK， 好，那就那个去冰。行，那就3杯饮料，大杯冰茉莉拿铁和中杯拿铁和大杯冰香草拿铁，还有2个蛋糕，对吧？是的。
我们在这个湖边站到一个无敌的位置啊。那我头也是。以前是做药。现在这个金鸡湖啊，这边的景色啊，然后搭配着这样子的黄昏，让我想到那个当时在福冈的这个大好公园，走在那边有一种类似的感觉，很宁静啊，然后也有一些运动的人们。这边呢，等一下要等师傅在这边接我们上车。好的，上车。好了，那刚刚已经在饭店休息过了，然后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要带的东西跟不要带的东西。那今晚呢，我们大家就是各自分头行动啦。那我这边呢，我要去买一下行动电源。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大家都没有带台湾的行动电源过来，在台湾买的行动电源啊，多半都不符合需要的这个标章。我们需要有3个 C 这个字母的这个认证。那如果没有这个认证呢，我们在过海关的时候呢，行动电源就会被海关丢掉。就是只能在大陆这边呢，自己再购入新的行动电源。搞定啦，就是这一个啦。这么热闹啊，双塔市集，这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有很多吃的，琳琅满目啊。哇，这家生意可好了。这是碧螺春茶汤阳春面，这量还蛮多的。然后这边是一些虾米吧。什么虾米花之类的，这样子只要人民币36块钱。这有一种浓浓的这种碧螺春的茶香。这个阳春面真的是在台湾的味道，还蛮大块的其实。这类似就是叉烧拉面的感觉。他们的产品啊，自己还画了一幅插画。走在这个苏州的街道上啊，给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它很像糅合了这个古代跟现代，就是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氛围。很像有把人错置其中的感觉啊，而且它一些灯光的营造啊跟效果啊，也都是一些温暖的黄光，更有以前我们那种在这个书画上看到的对于这个古代的描写。我们台湾的星巴克啊都是一味难求，那在大陆这边的星巴克啊，我目前看到的这几间似乎坐满的情况应该是很少，大家是不是有更多选择呢？这边在平江路的这个中间啊，这边找到一个苏州博物馆官方艺术品的商店。那这边的东西真的非常多啊，冰箱贴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种类都有。那我等一下打算买一个这个冰箱贴。Cowboy Vintage Shop 全店5折，这没错的话应该是胡迪吧？胡迪啊，你怎么这么淡呢？可是这个麦当劳叔叔啊，跟我印象中好像长得不太一样。这个是不是因为已经有年纪了，中年发福啊？拜拜。持平而论啊，虽然说他们现在整体的素质提升了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足。比如说呢，早上在饭店的1楼用餐的时候啊，虽然说那个整体的餐厅的气氛很高级，很上档次。但是呢，还是有看到一个大爷啊，端着这个一个碗，然后盛着稀饭，边走边围着那个坝这样子吃，他丝毫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公共空间的桌子上啊，就看到了废弃的这个卫生杯，他就直接放在上面，也没有拿去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足啦，这可能还是需要时间上去提升。